过去的几天啊，不论是 AI 的龙头、科技巨头，还是比特币在内的所有风险资产，都出现了同步的大幅回调。有人把它看成是一次健康的回调，也有人说呢，这是真正的大周期的拐点。那我想说，不论你是不是关注比特币，那这期视频你都应该看完，因为在全球的金融市场当中啊，比特币常常是最早发出信号的资产，它跌得早，跌得急，同时也跌得最诚实。今天我想用一个更系统、更宏观的视角，告诉大家为什么所有的资产现在都在跌，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这意味着什么，普通人该怎么办？我们先从最直观、最简单的部分说起啊，技术面。一直以来，在加密圈都有一个极具共识的指标，就是比特币的50周均线。按照历史规律呢，当价格站上50周均线的上方，就是牛市；当跌破并且持续多周的站在了下方，那就是熊市的开始。而现在呢，比特币已经连续几周跌破这个关键的位置了，而这在比特币的历史上几乎就意味着本轮牛市的结束。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看技术的人看到这个信号呢，就会开始卖，卖的人多了，这个信号就被强化，强化之后呢，就会有更多的人跟着卖，结果就是比特币成了最早倒下的那张多米诺骨牌。但这呢，只是第一层的原因，真正推动市场的是第二层，就是全球流动性在逆转。让所有资产现在同步下跌的不是图形，而是流动性。讲得更直白一点呢，就是市场里的钱少了。为什么钱会变少呢？这里有两个关键的事件。第一个就是日本利率的上升，导致了全球资金链的被迫逆转。日本过去10年一直是全球最大的零成本资金来源，利率接近零，甚至是负利率，让全球投资者都可以通过借日元换美元去买美债，然后或者买美股去买风险资产等等，这就是所谓的 carry trade， 叫做套息交易。但是现在呢，日本开始加息了，利差就减少甚至没有了，那么华尔街套利的空间就没有了，很多机构必须平掉这些仓位，把资金呢撤回到日本本土，这就导致第一个美债被抛售，第二呢，美元资产遭到了资金的撤离，第三，流动性被抽走了，而这就会直接打击依赖流动性最强的资产是谁啊？科技股跟比特币。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美联储宣布结束缩表，这本来呢应该是利好的消息，缩表结束就意味着钱不会再被抽走了。可是市场的解读是完全相反的。历史上，美联储每一次提前结束缩表，都意味着他们看到了金融系统里的问题。市场会认为美联储就在说我们不说，但流动性可能已经出问题了。于是呢，机构会开始降低风险敞口，他们卖 AI、卖科技股、卖加密货币，而其中最快能够卖掉的就是比特币了，因为它是24小时全球瞬间成交的。它的暴跌本质上是市场对流动性紧缩的提前反应。除了技术面和宏观面之外，还有第三层力量，就是人的情绪因素。过去几个月啊，比特币内部出现了激烈的争议，核心开发团队修改协议，数据上链限制被放开，还有更多的人担心垃圾数据、文件、图像会占满区块，甚至出现了关于比特币被内部攻击的这种阴谋言论。简单说，社区的分裂、信仰的动摇，就让一批长期持有者选择先卖掉再说。大家不要低估了情绪的力量啊！市场在不确定的时候，最怕的不是坏消息，而是投资者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于是呢，这个因素啊，就和前面两个因素一起发生了共振，导致了市场的下跌。还有一个第四个因素呢，我认为比特币现在正在经历它的 IPO 时刻，这是一个很有趣但是很精准的类比。什么叫做 IPO 时刻？意思就是早期那波持有者现在终于可以解套了，套现了，因为现在有了美国现货比特币的 ETF， 而且还有大量的机构在购买，还有国家级别的买盘在购买比特币，流动性已经足够深了。所以 OG 大户呀，英文叫做 Original Gangster， 就是比特币原始大户的那种意思，终于能够在不砸盘的情况下卖掉几十亿美金的筹码了。这在过去的10年当中啊，没可能发生。谁要卖5亿美元呢，就能把比特币的价格砸穿。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个阶段可能会很长，也可能会持续1年。
但它会带来持续性的卖盘压力。对市场来说呢，这就像比特币在经历它自己的上市后的套现的时期。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单一的原因，市场下跌可以说是以上的4股力量同时出现的结果。第一个就是技术面，关键支撑位置破位了，触发了预言式的抛售。第二个原因就是宏观层面，市场流动性在下降，日本加上美国政策的双重冲击导致。第三个就是心理层面，比特币的社区分裂，信仰动摇，造成了恐慌链条的形成。第四个原因就是结构层面，OG 大户在 IPO 式的套现，导致了长期抛压的存在。这4个因素叠加，就是现在咱们看到的，不止比特币在跌， AI 在跌，科技股在跌，新兴市场在跌，甚至部分黄金资产都出现了短期的压力。那么个人投资者该怎么做呢？我认为个人投资者现在这个时点不应该因为这次的下跌就改变自己的长期配置逻辑。你的长期股票组合配置好了，不要随便乱动。分红的组合还可以继续的收息。已经有比特币的，这个时候不要卖。该定投 ETF 的还要定投。短期价格波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资金在往哪边流，流动性在被谁控制。未来几个月可以说市场还会很波动，但是如果大家能够理解今天我讲的这4个逻辑，那你就不会很心慌，因为你看到的不是一次市场的崩盘，而是经济周期的一部分。如果你喜欢我这种系统化的市场分析，记得点赞、转发和留言。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